第15集预告，裴演要强行带走姜慈，魏昭与其近距离对峙，这抢人修罗场很带劲啊！手掌被刀刃划破的魏昭问他这是准备提前当夜猫子了。姜慈给魏昭包扎伤口，说没他这只夜猫子的话，他这只猫的血怕是都要流光了吧？魏昭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，姜慈回答：阿言不是被何永林欺负的第一个女子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，那就说明这城中还有很多被何永林欺辱过的女子，他不信何永林能拿捏所有人。魏昭认为，就算这些受到欺辱的女子被他找到了，也未必会如他所愿，也不会站出来帮他的。果然，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，姜慈被有个女子直接推出门外，被推倒在地，嫌他多管闲事。外边下着大雨，眼看姜慈浑身水湿倒在地上，魏昭撑着伞过来帮他遮风挡雨。回到屋内，魏昭拿毛巾给他擦拭头发，姜慈抬头注视他，四目相对，情意绵绵。何振文想激怒裴演，就当面说老夫知道那个姜姑娘是侯爷的人，所以侯爷舍不得，可侯爷对她这么好，这姜姑娘不还是跟着别人跑了吗？听到这话，裴演气得伸手攥紧自己的衣服来平复情绪。裴演找到姜慈和阿言的住所，堵着门说：小慈闹够了，跟他回去吧。姜慈问：回哪儿？长风坞吗？那是侯爷的家，不是他的。裴演一把拉住姜慈，要强行将他带走。听到姜慈喊叫让放开他，魏昭赶过来问少君何时来的。看到姜慈趁机挣脱，站在魏昭身后，裴演跟魏昭说姜慈乃是侯府之人，他要带走他。魏昭说自己记得少君应该没有姜姑娘的卖身契吧，就算有，奴婢也是人，由不得任何人欺压。于是裴演和魏昭怒目相视，近距离对峙起来。在故事的最后，魏昭把裴演推出火场，自己和皇帝同归于尽了。裴演和魏昭两人在朝堂中位高权重，裴演是世家子弟，身份尊贵，奈何父亲去世的早。魏昭深受皇帝信任，他10几岁便陪在皇帝身边。裴演有野心，一心想要登上95之尊的位置，而魏昭则是想改变月落族命运，让月落族摆脱被欺压的命运。裴演和魏昭因为立场不同，在朝堂上也经常发生矛盾，两人斗智斗勇，针锋相对，可最终魏昭去救了裴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魏昭和裴演惺惺相惜，的确魏昭和裴演很多时候都处于对立面，不过这也只是因为两人立场不一样罢了。若是换位思考，彼此不一定能做得更好。魏昭深受皇帝宠爱，在很多人眼中，他就是一个弄臣，瞧不起他的比比皆是。而裴演出身名门，对魏昭更多的却是欣赏。魏昭虽然在裴演手上吃过亏，却也是认同他的能力的。若不是两人都有必须要做的事，是会成为好兄弟的。两人联手打败魏国，其实在并肩作战之时，也有惺惺相惜之情。裴演有野心，他想一统天下，但又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他心中有大志向。若是他手握大权，势必不会逼迫月落族人。月落在两个大国之间，夹缝里求生存，为了保全族人，多年来只能牺牲少部分人。就因为月落族人漂亮美丽，就被送到各个权贵府中。魏昭清楚裴演不是这样的人，若裴演跟着梁国皇帝牺牲了，那谁又能让月落不受压迫呢？只有裴演活着，月落才有一线生机。两人做了多年的对手，魏昭是了解裴演的，也愿意给他一些信任。最终裴演不负所托，在新帝面前提出让月落力藩。魏昭筹谋多年，为的就是改变月落族人世代为奴的命运。裴演对月落一族来重要了，无论是因为私情还是大义，魏昭都要让他活下去。原著中，魏昭一早知道卢虞的谋逆行径，因为埋伏在卢虞身边的淳于离和阿柳都是魏昭的人。卢虞谋反，只是欠缺了一个时机，而魏昭就是要提供一个时机给卢虞，让谢彻对裴演起疑，逼裴演交出兵权，架空裴演的实权。背后一直是魏昭在推波助澜。魏昭这样做的目的有2个：一，让裴演无所依靠，逼裴演和他合作；二，裴演辞官，兵权被夺，长风魏无守，是卢虞谋反的最好时机。魏昭随裴演出征，光明司指挥使一职由身为禁卫军指挥使的姜远暂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禁卫军从属朝廷管辖，而光明司指挥使不仅守护皇宫，还可暗查朝中所有官员的动向。姜远两者兼备，朝廷的动向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姜远是在一个雨天被荣玉蝶的才貌迷住了的，荣玉蝶也看出了他眼中对他的迷恋之色，于是他顺水推舟，让他护送他回府，邀他入屋，奉上姜茶。最后在姜远迷乱之际，他推他入榻。为了权势，他可以不择手段，出卖肉体，
滥杀无辜。他一手把裴衍培养成专为权势而生的工具，隐忍蛰伏，谋权夺位，重利轻义。可是当裴衍真的位极巅峰时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，因为除了权势，他失去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裴衍知道，让他陷入这种绝境的是他的母亲，是裴氏。裴衍这个人聪明绝顶，任人唯贤，杀伐果断，但他犯的最大的一个错，就是无条件听从荣玉蝶，并且效仿荣玉蝶，把身边的人当作一个又一个棋子，在争权夺利中渐渐踏破底线，致使他最后的结局甚是凄苦。